你们好，九九啊，就最近老是有粉丝问我啊，就为什么玩个原神会被别人堵着鼻子骂原 P？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吧。当然这都是个人观点啊，当然你们要骂就骂。其实这样的，你要弄清楚啊，原 P 以及骂原 P 的这两帮人，他们是一个什么构成？先说一下原 P 吧。什么叫原 P 呢？就是原神魔怔人，玩原神玩的魔怔了，他就原神哇天下第一，什么游戏都不如原神，是这样的一帮人。他们这帮人主要是个什么构成呢？主要是小朋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首先原神是一款手机游戏。手机游戏的优势在于它的用户面会很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挨家挨户都有手机，或者是一个平板嘛，对吧？因为你现在上网课啊都用得到嘛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主机不会那么普遍呢？首先我们国内对于主机的一个消费习惯没有那么大，就是玩过主机应该都知道嘛，主机这个东西在国外比较流行。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你小时候跟你爸说，爸我想买台 Switch， 你爸给你2巴掌，就是你在这个环境下你想买台游戏机，家里人绝对是说 no 的，对吧？然后再说回来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就会构成一个原神整体玩家偏低龄化的一个情况。包括我自己也是个原神博主嘛，我全网差不多100多万粉丝嘛，然后看了一下后台用户构成，基本都是未成年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这样子就能说得回来，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原神魔怔人？因为首先他们一方面年龄小，他们整体三观还不成熟，然后另一方面他们接触的游戏少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国内游戏市场环境的问题，就是目前国内游戏的一个市场环境是过度追求商业化了。因为我自己之前就是在游戏行业内待了差不多有3-4年。什么叫过度追求商业化呢？就是你在一个新的项目立项之前，你的 leader 会问你这东西商业化预期怎么样，成本预估怎么样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。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太过于追求这个事情了，然后以至于我们在做一款游戏的时候，更多考虑的是一个发行啊，或者说平台资源啊这样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先保证这款游戏能推给到多少人，至于好不好玩呢，先看我之前的一个成功案例。也就是说白了，有款很牛的游戏，对吧？但是在国内目前没有，然后我把它做成移动端，然后推出去，是这么个逻辑。然后具体是什么厂家就不说了，毕竟掐这碗饭了，对吧？然后再说回来嘛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，突然蹦出来原神一款这么款游戏，说白了，我体验了一下，我自己玩那么久，我觉得它的剧情还是不错的吧。然后大家就觉得哇，这游戏太顶了吧，什么还有开放世界玩法精了，然后我觉得天下第一。然后这时候另一帮人就应运而生了，也就是骂原 P 的那帮人。他们是一帮什么样的构成呢？主要是大朋友。什么叫大朋友呢？就是刚开始配到了电脑啊，或者说自己刚成年能打兼职了，然后攒了点钱买了一些游戏，或者说去网吧呀，或者说自己攒钱买主机啊，然后接触到了3A 大作，像什么荒野大嫖客啊、三单一狗啊，还有老头环、赛博朋克这些的。然后接触到这些游戏，我觉得哇，这才是真正的好游戏啊！以前玩都是垃圾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再遇到有些小孩子说，什么这感觉画质不如原神，然后说这种话，那帮人就很生气嘛。是我也生气，说你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好游戏。但其实归根结底呢，两帮人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，大家都是热爱游戏的人，只不过通过错误的方式去宣扬了自己的热爱嘛。然后再说回来嘛，其实我也是这么个情况，我是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接触 Steam 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我的女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玩《求生之路2》，我说好呀，用哪个对战平台呀？说到对战平台，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啊，然后我们那个年代比较流行啊，然后就是这么个逻辑嘛。然后我女朋友说不是用 Steam 吗？我说我不知道啊，玩的破解版啊。她说那不就是盗版吗？我说原来是盗版吗？就很尴尬。就是近几年我们这边才比较流行这个正版意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国内开始代理了，引进了，说白了，懂吧？就是以前不引进的时候你玩盗版他不管，但是如果他们引进了你还玩盗版，你完蛋了，要锤你的就这个逻辑嘛。然后再说回来嘛，就说白了，在正版意识比较薄弱的一个情况下，然后同时又接触不到主机或者说是 PC的一个情况下，那小朋友觉得原神天下第一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，也侧面反映了国内其他游戏厂商没有什么竞争力啊，很难受啊！你这怎么搞成这样啊？你们那些什么对吧？也不好意思点名嘛。然后再说回来啊，当时我女朋友什么我女朋友，我前任嘛，对吧？然后后来跟一个玩守望先锋的大锤跑了，好气啊！那个大锤怎么还是个大师啊？烦死了，什么垃圾游戏，守望先锋还敲我女朋友。然后再说回来嘛，我自己本身游戏成分也比较复杂，你像我 Steam 的也玩嘛，然后橘子平台的也玩嘛，还有暴雪的也玩嘛，基本都有些玩了几千个小时的游戏。
然后还有这个嘛，对吧？这个，然后拿这个可能又有人说要报菜名了，我就不给你们看卡带了，也经常玩的。就是说白了，我觉得这种环境呢，再过几年会变好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朋友变成大朋友了，他们会发现，哦，原来原神不是最好的游戏，因为还有很多其他更优秀的游戏。原神固然好，但做不到一览众山小。然后大朋友们也不会去骂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朋友变成我们了，他们成了社会人了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现实上了，要跟生活对线了，没有时间再去网络上对线了。我们身边这帮人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过成了生活的人，因为我们都是游戏行业来的嘛，基本都是游戏宅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基本都是游戏宅。我们成分巨复杂，但是我们在跟生活对完线之后，并不会选择去网上继续跟人家对线，因为我们能抠出点时间玩游戏就不错了。其实说了这么多呢，就是想给我那帮年龄比较低的粉丝朋友们解释一下，就为什么你玩一个游戏会被别人追着鼻子骂，因为其实骂你的人和你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热爱游戏的人，只不过他们用了错误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热爱。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，你们在去宣传自己喜欢的游戏的时候不要拉踩，因为你得知道所有的游戏都有可取之处的。然后最后再说一个，就是游戏的质量可以分高低，但是我们打游戏的人没必要都是帮臭打游戏的还分高低，那太没意思了嘛，对吧？其实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？就是没活了。我发现我们这帮搞喜剧的都是这样啊，没活的时候就喜欢上价值，搞什么合家欢啊，其实就是这样，没活了嘛。因为我最近又阳了，你很烦啊，我实在憋不出什么段子了，我要阳，我还要讲段子，我真的要死在这了。然后最后打个小广告，我求求你们这帮玩 Apex 的能不能带我呀？这个白金我是真的打不上去了，来几个技术强点带我混分啊！我求求你们了，我真的打不过了。我游戏 ID 叫我是网红先救我，求求你们带我吧，我真的打不过了。我的粉丝都是打原神的，不打 Apex 啊，我好气啊！就这样吧，拜拜。